用制作的盐绳钓捕鱼，将其挂满鱼饵之后，放入到河中，便能收获到大量的鱼饵。宝姐这一手钓鱼技术，那真是鸭子头顶站青蛙，顶呱呱呀！在荒山野岭之中搜寻到野生的极品大山药，看看就这般的个头，真是无敌一般的存在。将其出手之后，可是让宝姐大赚了一笔。上期的宝姐不仅是挖掘了大量的地坑，用来当做母鸡下蛋的鸡窝，最后直接收获到了几大筐的鸡蛋，而且还将山上的高山旱稻给收取了。看看这金黄色的海洋，那真是无比的漂亮。而收获的旱稻脱粒工作更是宝姐的拿手好戏。不过要说最开心的，那必须属于一个帅小伙的到来，那可是让宝姐等了好几天啊！随着帅小伙到来的，还有2个巨大的钢筋笼子。先将笼子称重后，接下来宝姐便将小伙拎到了猪圈处。今儿的目标便是利用笼子抓住出手。不一会的功夫，2只大肥猪便被装入到了笼子之中。宝姐和小伙那是拿上扁担，就一起开始将肥猪运送到前院来。2只大肥猪虽然不小，但是肥猪在被笼子困住的情况下，那是挣扎都不能挣扎，更不要说逃跑了。很快的便被2人给运送到了前院，准备称重。之前称重空笼子便是为了一会去皮，因为这会称重是连带着笼子一起的，这样的话很方便。第1只大肥猪称重后的重量大概在160斤的样子，连带笼子一起。而后宝姐便和小伙继续称重第2只，这第2只就要大不少了，都快接近200斤了。最后称重完毕之后，小伙那是打算利用摩托将猪运回去，直接将2只猪放在后座上绑扎好后，支付了宝姐的肥猪钱后，小伙便高高兴兴地离开了。当然，收获满满的宝姐自然那也是很开心，毕竟几个月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啊。这2日，宝姐还趁着天气舒服，好好的利用棕榈树树叶给外面的炉火棚子加装上了新的屋顶。这样的活计对于宝姐来说还是比较的简单。棕榈树的树叶片大厚实，可是制作屋顶的好材料，只需层层叠加即可。完事之后，再将屋顶边缘堪比杀马特的发型，好好的利用打野刀修理一番之后，立马看起来就精神的多了。良好的天气下，宝姐可是不想浪费时间，而是打算捕鱼卖鱼，好好的赚钱过日子。这一次她准备捕鱼，不过捕鱼可不是那么好抓的，因此宝姐决定打造盐绳钓，利用盐绳钓鱼，在长长的鱼线之上，将绑扎好的一组组钓钩按照一定的间距挂上去。这便是宝姐的盐绳钓绳，一根钓绳之上怕是就得有个20个钓钩，这要是全都中鱼的话，那可就要大发了。当然，这样的概率基本上是不可能的，毕竟是野生鱼，而且哪怕是在鱼塘也很难做到全中。收起盐绳钓也是一个技术活，一不小心绕在一起后，后续可就麻烦了。好在这样的活计倒也难不住心思细腻的宝姐。盐绳钓准备好之后，想要钓到鱼，那么钓饵可是少不了的。拿上锄头，带上盐绳钓的宝姐，那是直接来到了一片空地。这片地周围树木环绕，相对阴凉，因此下方的地笼可是不少。地笼也就是蚯蚓，那可是钓鱼的好饵料，也是宝姐今儿的主要目标。用它们做钓饵，效果不会差。一番挖掘之后，宝姐可是抓到了不少的钓饵。而在布置钓饵的时候，宝姐的操作也是和其他钓鱼人不一样。其他人一般都是将钓饵挂上，只留下不超过半厘米的饵料超过鱼钩尖端，但是宝姐可是挂了很长的一截，这是想让鱼儿在前面多吃饵一会，最后放纵警惕的时候咬到钓钩。在挂满钓饵之后，宝姐便来到了河边，准备开始下放钓钩。宝姐先是在岸边找了几根韧性极佳的树枝作为固定端，将盐绳钓绑扎上面，随后则是慢慢的向着后方河水退去。一边退去的时候，一边将盐绳钓好好的梳理放入河中，防止钓钩互相缠绕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宝姐选择下方钓钩盾区域是一处回水区域，这样的位置水流比较平缓，是鱼儿喜欢逗留的位置。花费了7、8分钟的时间，宝姐这才将盐绳钓给放置完毕，剩下的便是等待上个2、3小时了。待到下午后，宝姐那是提腿归来，开始沿着绳套头部收取钓钩。没想到这一开头就是一条半尺长的鱼饵，运气可是不错呀！连鱼带钩的收入桶内后，宝姐继续的收取盐绳钓，很快的就看到一条还在挣扎的鱼儿身影。宝姐那是快速上前，直接提起鱼货来，轻松的收进鱼桶之中。随后宝姐的上鱼速度可是不慢，接连着就有着好几条鱼儿被装入桶内。当然，这般的情况自然是没有每个钓钩都中的，毕竟那是理想状态下。不过就这鱼货已经是极好的了，像是大鱼还有着不少，就像是眼前的这条大货一般。而且这样的大鱼不少都还是活着的，这样的鱼儿自然是价值比较好的。随着宝姐的继续收取，最终将整个盐绳钓收完之后，几乎是搞了大半桶的鱼货，看起来就很不错。不过今儿的天气太热了，这些鱼被钓到之后本来的精气神就很差，回去的路途还有半个多小时，
可是不好办。当宝姐提着鱼桶回到家后，那是赶紧的就将鱼桶内的鱼儿倒入到大盆子之中。这个时候，里面的鱼儿基本上都是翻起了白肚子来，看样子是进气少出气多了。这可是让宝姐有些不开心，毕竟这些鱼儿挂了后，拿去出手的价格会低上不少。一番清洗之后，宝姐那是将所有的鱼儿都给检查了一遍。鱼桶太小，天气太烂，路途这半小时下，所有的鱼儿基本上是团灭了。宝姐留了2条鱼儿作为晚餐之后，接下来便要拿上鱼儿准备去出手了。毕竟家里没有冰箱，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下，要是不赶紧出手的话，那么就只能腌制咸鱼或者制作熏鱼了。这一次宝姐没有去镇上，距离太远，过去的话鱼怕是都臭了。她选择了最近的乡上，直接在路边摆放了个临时摊位，将鱼儿拿了出来。虽然这些鱼儿都已经挂了，但是时间不长，还算比较新鲜，加之都是野生的鱼儿，因此倒也不缺少顾客，只是价格上会便宜不少。尤其是不少准备购买食材做晚饭的人，那可是3、4条的买。毕竟拿回家不仅能做成晚餐的好菜，多的还可以放冰箱，第2天继续烹饪。因此宝姐的鱼儿是快速的减少着。随着这条最大的鱼儿被一位大妈买走之后，剩下的就只有3、4条鱼儿了，最后都被一位老大哥全部拿下。大哥可是在宝姐面前展现了雄厚的资本，满脸的骄傲啊！这次的盐绳钓还算是收获不错，可惜鱼儿都挂了，不然会好很多。前2日的宝姐虽然收获到了大量的鱼儿，但是由于天气炎热，很难保证鱼儿活着，加上盐绳钓准备需要较长的时间，因此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宝姐倒也没有继续捕鱼，而是准备进山看看能否发现一些稀缺的山货。因为好的野生山货营养价值高，在市场上可是稀缺货，深受大家的喜爱。就像是之前挖掘的野生大山鼠那种，一会功夫就被大家要完了。这一次宝姐来的位置比上一次还隐蔽，一路的山路十分崎岖，走起来可是非常的难走。早些年宝姐经常荒野生存的时候，可是在里面发现了不少的好东西。今儿她的目标便是凭借往日的记忆来搜寻那些野味。在宝姐不断的搜寻之下，最后还真的发现了野物的藤蔓。清理一番之后，在藤蔓的末端可是砍出了一节树根一样的东西，不过劈砍开之后，里面可是相当老的根部，呈现出浓郁的黄色，这部分可是不能食用了，只能用工具挖掘下端的根茎才行。砍来一根尖锐的木棍之后，接下来宝姐便开始挖掘了起来。挖掘时只需要沿着根部周围挖掘解开，因为这种野味基本上是一整根的根系，四处发散的很少见。在一番挖掘之后，宝姐可是围绕着其挖掘了30多厘米的距离，之后用力向上一拔，一整颗超大的野山药便被拔起来了。这般的个头可是不小，至少得有个小10斤去了。这种野山药和大家经常看到的小野山药可不一样，这种是一整块的大根，而常见的小野山药则是密密麻麻细根。这一片的野山药还真不少，宝姐很快的又挖到了一颗，不过这个的个头就要小上不少了，也就是2斤多的样子。继续搜寻之后，宝姐又在一处石块区域内发现了一根手指粗细的植株，快速上前将石块搬开之后，宝姐拿上尖锐的木棍，又干起了刨坑挖地的活计，准备将下方的大货给挖出来。毕竟这个位置的泥土可是有着一大包，下面的野山药绝对小不了。果不其然，随着宝姐越挖越深，最终挖掘出来的野山药怕是得有个4、5斤去了，仅次于第一根最大的山药了。当然，比起第一颗超大的野山药来说，那还是没法比的。估计是爸爸辈和儿子辈的差距。有一说一，这一片区域的也那是真不少。接下来的宝姐又是一番挖掘，再次收获到一颗大家伙，比起上一根来说，大概也是不遑多让的。不过要说能与最大的那颗巨物相比的话，眼前的这一根可是有机会，毕竟光是顶部就要比那一根粗太多了。然而令宝姐没想到的是，在挖掘的时候竟然将其给拔断了。这下看起来可是有些可惜，毕竟没有完整的拿下来。不过其实问题不大，因为这些山药最后吃的时候都是要削皮切块的。至于最后将断的一同挖出来之后，好家伙，后面又是一大堆，加上前面的那一大截，这一株野山药怕是超过了20斤去了，这简直是惊人。因为即便是宝姐，那也是第一次见到这般产量的野山药。收获满满之后，宝姐可是美滋滋的开始将所有的山药装入到背篓之中，接下来便开始下山了。其实上面周围还有这一些野山药，不过一来是植株不大，宝姐打算让其继续生长；二来是背篓内的山药可是不少，下山道路不好，走起来很难。来到山脚处后，宝姐便轻松的多了。这个时候背篓内的重量对于她来说就不是大问题了，因此宝姐还花费了一些时间，在周围采集了不少的植物。这种植物可是当地的一种野菜，宝姐都来到山上了，自然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收获呀。最终那是足足的采摘了一大堆，装入到口袋之中后，几乎是搞了大半口袋。
这才连带着山药背着下了山。来到镇上之后，宝姐的超级野山药可是吸引来了大量的人群。毕竟这般品质、这般个头的野山药，平日里一年怕是都难得见到一次，因此那是深受大家的喜爱啊。不得不说，宝姐这一次上山真是太值了，这收获可是要比前几日的渔获高出太多了。当真是勤劳的女人有好运啊！